们到亚特兰大机场啊，准备要转机到小盐城。哇，我们到小盐城机场啦！好，这个机场小小的。哇，这就是我们的车耶！啊？我们来到阿肯色州啦。阿肯色州啊，是克林顿的故乡。克林顿在这里当了12年的州长。阿肯色州也是沃尔玛总部的所在地。温泉国家公园位于阿肯色州温泉城北部，以其独特的矿物质温泉而闻名，也因此常年游客如织，是阿肯色州及德州居民的度假胜地。这里也是我们国家公园之行的第34站。这一间澡堂啊，现在已经变成是游客中心的贩卖部了，就是国家公园的贩卖部了。这边很特殊的就是它会卖一些洗澡的用具，像乳液啊、浴袍啊、毛巾啊，还有一些海盐啊、乳液。有个浴缸在这里，很好玩。拉马尔澡堂开放于1923年，砖块与灰泥的建筑具有西班牙风味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贴心地为各种身高的男女提供了各式尺寸的浴缸。拉马尔澡堂也已经在1985年11月歇业。这边4月8号是美国最大的日全食，会一路从德州上来，从中部上来，刚好会跨过这边。可惜那时候我们在亚利桑那就看不到了啊。哇，这间很漂亮。这一家就是还在营业的浴场。你看，他说这间澡堂它是可以走进去的，然后不需要预约，然后它是从1912年就已经开始营业了，很厉害。巴克斯塔夫是目前唯一一家提供传统沐浴体验的澡堂，自1912年开业以来一直持续运营着。它也是温泉街上保存最完好的澡堂之一。巴克斯塔夫澡堂采用古典的设计，华丽的内部会让人不禁回想起澡堂的黄金年代。哇，你看它这边已经开始排队了，因为这么多人要进去这一个澡堂洗澡。这边是第3间温泉国家公园啊，现在是美国第2小的国家公园，第1小的就是大拱门国家公园，那是我们下个月要去的。欧扎克澡堂是温泉国家公园文化中心的所在地，这里设有画廊空间，用于展示临时展览中的艺术品。欧扎克澡堂在1922年夏天时完工，并于1977年关闭歇业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啊，就是国家公园的温泉街，是他们的一个大道。你看这边对面就都是卖纪念品的店，然后旁边就是这些纪念澡堂。这边沿路就是沿着这边有8间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古老的澡堂。哇，这个也是一间很有味道的澡堂。哇，这一间也是可以开放呢。它现在啊，一间一间的浴室啊，一间间的澡堂都在整修内部，会开放的越来越多间。垮波澡堂于1922年开业，从1984年关闭以来一直空置着，后来于2008年6月重新开放。目前提供了私人浴室、公共游泳池及现代水疗的服务。这就是最著名的了，佛戴斯。这间现在就是当成
国家公园游客中心，现在就改在这间。那里面也有博物馆，也有一些陈列当年澡堂的一些情况。我们等下进去看看。这边有这个国家公园的小册子，这个是一定要拿的啊。然后它这边的纪念章是一个很可爱的浴缸哦，看，可爱的小浴缸。我们要进去参观博物馆啦。博物馆要从这边进去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哦，这就是当时他们打温泉水的地方。这就像神隐少女，就他们抽温泉水的地方。哇，这个电梯也太好玩了吧！哦，你看，这就是以前旧电梯在操作的这个机械感。Third floor。我们要从3楼参观下来了。以前在这里是很时尚的一件事情，都穿得很正式。这是当年女生流行的样子。哇，我好喜欢那个蕾丝哦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在修容的地方，可以整理头发，还有化妆的地方。这边是按摩室啦，是给女生用的。你看，就趴在上面给按摩师按摩。这边是电疗室，你看他们是用这种很复古的一些设备在做电疗。这边还有个别的休息室，还有提供一个小床啊、暖气跟梳妆台，可以在这边稍微休息打扮一下。哇，这里像是健身房一样。哇，这里是健身房哎。以前他们就是这样子做的。那下面有水柱的喷泉可以按摩，像以前的按摩浴缸，这个就是以前的按摩浴缸了。哇，以前真的是很享受哎，以前就有修脚跟修指甲。哇，这个就是以前的置物柜，然后这就是一间一间他们以前换衣服的地方。这边有一间大间的浴室，我们进来看看。这一间就是水柱按摩，也可以刷背。这个就是男生的浴池。这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蒸汽箱啊，就坐在里面，就头露出来，在做那个蒸汽浴。哇，你看那个玻璃，就好复古哦。这边每天的涌泉量啊，就是温泉涌出来的量，每小时可以有752个浴缸的水量。你看，在游客中心的旁边啊，有天然的温泉涌出来。还冒着烟，按摩看看。哦，也有点热，好像65度。哇，这以前的都好豪华哦，就算现在来看，也是看起来也是很漂亮。莫里斯澡堂开业于1912年，里面还有位于地下室的治疗池，当时是唯一有游泳池的澡堂。莫里斯澡堂已经在1974年结束营业，目前是闲置状态。哇，这边有一个花开得好漂亮哦，这边已经开始春天到了。哈尔澡堂已经改装成豪华饭店，内部装潢融合了现代及中世纪的风格，顾客可以在历史悠久的房间里过夜，同时享受温泉的洗礼。这间是最后一间了，它现在好像也是变成一个餐厅在营业了。优越澡堂是一栋2层楼的红砖建筑，
建筑风格跟同时代的维多利亚式澡堂有明显的不同。它现在是温泉国家公园内唯一的啤酒厂，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利用温泉水酿造啤酒的啤酒厂。前面这里就是温泉街最豪华的饭店，这个就是阿肯色州的州旗跟美国国旗。那我们现在走去对面的纪念品店看看。这边有一区的纪念品店。这一条温泉大街其实和一般的观光小镇一样，充满了贩卖各式纪念品及手工艺品店和餐厅。但是和一般观光城镇不同的是，这些店面所在的建筑本身都是漂亮的古迹，年代跟对街的澡堂差不多，所以别有一番复古的风情韵味。这边呢，就是他们的天然涌泉。你看，很多人都拿着这种大桶大桶的装回去，这是可以喝的哦。什么味道？甜，会甜，含矿物质哦。那我们装一点回去吧。这个贝壳出口水也是这边有名的，它是天然涌出的温泉水哦，很烫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一个天然的涌泉，这些水啊是雨水渗透到那个细缝里面以后，往地下一直去，好像每下降几公尺就会增高多少度，然后经过4000年的演化以后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恒温65度 C。从地上涌出来的温泉水，它无色无味，可是含有矿物质，所以这边的人都喜欢喝这个水，觉得它可以养生。我们现在去走这个 trail， 它短短的，这个国家公园真的就像是城市里面的小公园一样，连步道也是这么的秀气。一般的社区公园。这边也有一个涌泉，天然的涌泉。这一座矗立在山坡上的这栋建筑物啊，看起来很有历史感的建筑物，以前是军校的医院。这是一个从上面流下来的涌泉池，这个涌泉池里面都是钱币。再摸一下，哇，烫！这个凉亭是1909年建造的，很古老的凉亭呢。我们上到那个 Mountain Tower 最上面啦。因为今天天气不好，我们就不特地花钱上去看那个它的那个全览的景色了。就在这边有一个瞭望台看。下面这个就是温泉城的市景了，整个温泉城的市景。哇，我们上到这边这个瞭望台这里了。这个就是 Mountain Tower 的介绍。哇，它在1877年就建造了耶。最原始的 Mountain Tower 是一座木质观景塔，1983年6月才改建成新观景塔。露天观景台高216英尺，可以俯瞰周围140平方英里的美丽温泉、沃西塔山脉及周围的钻石湖地区。我们现在在 Mountain Tower 外面，你看它外面竟然放了2个大浴缸。这边 Hot Spring 真的就是以澡堂 SPA 著称的。